大家好，我是曹卫东。最近呢，普京总统访问了白俄罗斯，那么它产生的影响非常的巨大，因为很多的国家就认为那是不是说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要联合起来，要对这个乌克兰发动打击和进攻？因为我们知道白俄罗斯距离乌克兰的首都，特别是北部是紧邻着的，很难防范。尤其是冬季了你尽管把桥梁都已经给炸掉了，但是这个河流已经都可以结冰了，那装甲车、坦克车可能还是可以过来的。再有一个，它现代化的战争，如果你进行扫雷的话，趟开一条这个道路也并不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我认为呢，就是普京总统访问白俄罗斯呢，其实并非一定说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就要联合从这个白俄罗斯方向呢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因为他们签署的这个协议里面呢，包括双方的这个经济贸易的协定，还有一些军事上的合作的协定，是一个全方位的协定。那这个全方位的协定表示什么呢？就是我们之间要高度的信任，我们之间要相互的帮助。那么从安全的角度讲，就是你们不可以对白俄罗斯进行任何的侵犯，主要指的是北约。要是侵犯白俄罗斯的安全，那俄罗斯是要上手的。那所以呢，这是给白俄罗斯加以保护。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既然白俄罗斯和俄罗斯是军事联盟，那么也不能排除就是俄罗斯的军队他在白俄罗斯利用他的基地或者是一些训练的设施进行补充、维修、保养，甚至是跨过边境突入乌克兰。因为现在在乌克兰东部地区还有南部地区，乌克兰和俄罗斯都有些交战。如果俄罗斯的军队突然再从北边进入乌克兰，特别是对基辅造成比较大的压力的话，一个是防空反导的这些系统不够，还有一个就是兵员的这个数量不足。因为你不能全国都有这么多的兵力去布防，你前面有很多的兵力去进行作战，那你后面防守的人员就肯定少。那你现在要把前面的人员撤出来，那你又造成什么呢？就是前面的交战的人员又减少了，所以是对这个乌克兰呢，就是一个巨大的压力。特别是对北约还有这个欧盟这些国家也是做出了一个姿态，就是说你们不是支持乌克兰吗？给乌克兰很多的武器装备吗？现在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都是制裁的，那你看看冲突也好，或者是这个军事行动也好，战争也好，到现在已经10个月了，并没有把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制裁垮、压垮，他还在那儿坚持还在那儿打。就是说，那现在咱们就消耗因为他们之间是邻居你无论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它和欧洲的这些国家都是邻居本来应该是可以进行合作、进行这个互补的。那现在这个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大家反目成仇，那怎么办呢？那如果要是战火或者是说这个军事行动时间越长，其实对双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我觉得呢，普京总统这次访问白俄罗斯呢，不但增加了俄白两国的这个关系，同时呢，也是在向乌克兰施压，也是在向这个北约欧盟发出一些警告，就是你不要想通过提供更多的武器装备、更多的金钱你想对我这个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进行制裁，就想这个把我们拖垮、击垮，这个是不现实的。我认为呢，它的这个真正的意义在这里，而并不是说像很多人讲的那样，可能马上就要联合起来，俄白联军从这个北边就要对乌克兰发动这个进攻了。因为兵者诡道也，如果他真想打的话，没必要非得要普京总统亲自到白俄罗斯去公开的协商商谈，然后呢才进行这样的行动。通过其他的秘密的渠道或者军事上的渠道都可以达成相关的协议。那你从这个军事作战而言，那更具有突击性和这种打击的效果。所以我觉得呢，这次普京总统访问白俄罗斯呢，它的意义并非在于向外界传递
要从这个白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相关的军事行动。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